好了，京城来了个自称哈佛毕业的穿越男，老爷誉他为商业奇才，甚至想招他入赘。什么？我穿越了！我穿越了！京城来了个自称哈佛毕业的穿越男，我们要连锁加盟。他拿着商业企划书，凭着连锁加盟、饥饿营销，3个月垄断了京城一半的绸缎生意。东家，一切已按您的吩咐办妥，天下所有流通的银票都已换成我们叶家的。他以为能掏空我叶家，却不知道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萧贤侄可是招待不周，今日老夫作寿，也是想借此机会宣布你与小女朝华的婚事。停！婚事？叶老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叶小姐，虽然你长得还算符合东方审美，但在我眼里，你不过是一个被封建礼教洗脑的提线木偶。3从4德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娶你那是对我哈佛商学院学历的侮辱。萧然，我叶家待你不薄。这3个月，要人给人，要钱给钱，祝你铺开生意，那是投资，懂吗？我带给你们的是超越这个时代2000年的商业智慧，是降维打击。你们出钱，我出脑子，这很公平。而且，叶老板，你以为我今天来是给你祝寿的？就在刚才，你们叶家在京城东南西北4大粮仓的掌柜都已经签了转让协议，我也没做什么，就是用了点小手段。叶老板，你的现金流断了。那是朝廷的储备粮，现在是我的了。叶小姐，你的经营模式太落后，不出3年，我必将你叶家踩在脚下。我掌握着超越这个时代的商业认知，你这种只懂剥削的老古董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叶家这次是引狼入室啊！这是什么狼？萧公子可是商业奇才，叶家这艘破船怕是要沉了。爹！叶小姐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欢迎来到资本世界。爹中风了，叶家乱成了一锅粥，但我没空事急，因为萧然的攻势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、更猛。东家，不好了，东市的绸缎庄没人了！东家，西市的米行被砸了！东家，我们的老主顾都跑去萧氏严选了。仅仅3天，叶家在京城的36家铺子有一半挂上了转让的牌子。萧然没有用价格战，他用了一种更恶毒的东西——股票。听说了吗？萧公子发行的皇家丝路股票今天又涨停了。我投了10两银子，才2天就变成了15两。你家人们，谁说赚钱难？那是你们没找对风口。跟着我萧然，猪都能起飞。今天我们开放 B 轮融资，只要100两，你就是皇家丝路的股东。我要入股，我有地契，我全款买入。叶家这种老牌企业，没有创新精神，资产重，效率低，就是典型的夕阳产业。做空它，家人们，我们要打倒垄断，把财富还给百姓。打倒叶家，打倒叶家。叶小姐，3殿下有令，如今市面上银两短缺，为了稳定民心，朝廷决定征用叶家钱庄的存银，以充实皇家丝路的保证金。征用可有圣旨？圣旨？萧公子说了，这是金融监管，是为了防止你们恶意挤兑。怎么，叶小姐想抗命？叶少华，别挣扎了，这就是时代的洪流。你这种深闺妇人，只配在家绣花。你的钱庄现在就是个空壳，信誉早就崩塌了。我这是在帮你，这叫资产存储。萧公子，叶家的银子每一分都是辛苦挣来的。辛苦？剥削长工叫辛苦，低买高卖叫辛苦，别逗了。在这个时代，我就是规则，你那些银子不过是给我做嫁衣的取菜。签了吧，我逼我不打你，别不大动粗。但我的保镖可没有不打你的习惯。这就对了，乖乖听话，等我玩腻了商战，说不定还能纳你做个妾。失去了钱庄的控制权，叶家就像被拔了牙的老虎。但这还不够，萧然要的是彻底的羞辱。天哪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香皂，洗完皮肤滑得像剥了壳的鸡蛋。这镜子太清楚了，我脸上的麻子都看见了。萧公子真是神仙下凡啊！叶小姐，对不住了，
萧公子给了我期权。期权？说是只要干满3年，就给我那铺子1成的股份，而且他还给我的孙子安排了去新式学堂读书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叶小姐，您给的那点月钱，实在是……不仅是老赵，染坊的大师傅、跑船的把头，甚至连府里的账房先生都被萧然挖走。他用一种叫狼性文化的东西，彻底洗脑了这些人。不卖！萧公子说了，你们叶家赚的是黑心钱，我们穷人也是有骨气的。哟，这不是叶大小姐吗？怎么出来体验生活？萧郎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前首富之女？哼，什么前首富？现在就是个破落户，拿回去洗洗吧。这一身穷酸气，熏着本公子。姐啊，快姐啊，萧公子找你呢！快姐！萧然，你真以为这就是结局了吗？叶家快撑不下去了，账面上只剩下不到5000两银子，连遣散费都不够。爹的病越来越重，每天清醒的时间不到2个时辰。就在这时，萧然送来了一张请帖，地点在画坊，明明是商业谈判。叶小姐，站着就好，毕竟今天你是来求人的，不是来做客的。萧公子，3殿下，叶家愿意退出京城商界，只求保留祖宅和几亩薄田，让我爹安度晚年。祖宅？叶昭华，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？我要的不是你的铺子，也不是你的银子，那些垃圾我早就看不上了。我要的是叶家的盐铁椅和水运泉。不可能，那是太祖皇帝御赐，非叶家血脉不可执掌。规矩是人定的，叶小姐，如今父皇病重，朝政由本宫监国，本宫说可以就可以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叶朝华，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交出水运泉，我放你和你爹一条生路，滚回乡下种地；第二，把你扔下去喂，然后我再去你家，把你那个中风的老爹活活气死。最后，我还是能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选吧，3、2。我叫，放过我爹！这就对了嘛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盖章吧，叶当家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了这个，天下的物流都在我手中，我就是商业帝国的神！叶朝华，记住这一点，这是旧时的落伍，希望的等级。滚吧！看着你这副丧家之犬，我就倒胃口。干杯！干杯！为我们的新时代！干杯！为我们的新时代！萧兄果然大才啊！这叶家终究是被你玩弄于股掌之中了。萧然，你懂杠杆，懂营销，懂人性贪婪，但你唯独不懂这个世界的规则。真正的游戏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从今天起，水运涨价3成，盐铁专营，所有的船只都要挂我萧家的旗，所有的货物都要交过路费。涨价3成，这还让我们怎么活啊？这简直是明抢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听听这美妙的声音，这就是资本的力量。走，去醉仙居。各位股东，我们的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万两，未来，你还有未来吗？哟，这不是叶大小姐吗？怎么后悔了？想来求我赏口饭吃？我是来通知你一件事，你的银子没了。你疯了吧？我的银库里堆满了银子，我的股票天天涨停。是吗？这不是官兵，是钱庄的护卫，是通宝钱庄，天下第1大钱庄，连朝廷军饷都要通过他九转的通宝钱庄，他们来干什么？大东家，一切已按您的吩咐办妥。
你是通宝钱庄的东家，不可能！通宝钱庄是江南沈家的。沈家是我娘家，我娘唯一的遗愿就是让我管好这笔嫁妆。诸位，萧然用来拉升股价、收购粮仓，甚至贿赂官员的每1两银子，都是通过通宝钱庄流通的。而就在刚才，我已经下令锁死萧然及其名下所有关联账户，停止兑换皇家丝路的所有银票。也就是说，萧公子，你现在手里的那些银票，不过是一堆废纸。你敢！这是违法的！我有朝廷的批文，我是放纸融资。批文？这是这几个月来你每一笔资金流向的详细记录。你所谓的融资，不过是左手倒右手，制造虚假繁荣。而且你发行的那些股票，交易结算都在我的钱庄里。我想让它涨，它就涨；我想让它跌，它就得跌进地狱。跌了，跌停了！皇家丝路的股价从100两直接变成了1文不值。我的钱，我的钱啊！那是我娶媳妇的本钱啊！骗子！他还说猪都能起飞，他把我们的血汗钱都骗光了！拦住他们！快拦住他们！保镖呢？给我打！打个屁！你的账户都被冻结了，老子这个月的工钱找谁要？兄弟们，撤！这不可取！我是穿越者，我有主角光环，你怎么可能赢我？萧然，你确实懂很多新词，但你忘了一点，在这个时代，资本不说话，说话的是控制资本的人，而我就是那个庄家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可是哈佛商学院的高材生，我掌握着超越2000年的知识，怎么会被一个古代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？不，我还没输，我还有3皇子，只要有皇权撑腰，叶朝华算个什么东西？快开门！望见3殿下，我是萧然。哟，这不是名震京城的萧公子吗？怎么落到这副田地了？快带我去见殿下！我有急事。叶朝华那个贱人暗算我，殿下必须出面帮我镇压他。萧公子，殿下今日身体抱恙，不见客，您还是请回吧。不见客？他拿了我那么多分红，现在我出事了，他想撇清关系。一个连钱袋子都守不住的废物，留着还有什么用？传令下去，封司府门谁也不许放他进来，沾上他只会惹一身骚。管家，你告诉殿下，我手里还有叶家的水运权，不是你画的大饼，我还有玻璃和香皂的独家技术，只要他借我兵马，我马上就能翻盘。萧公子，您还不明白吗？殿下要的是现成的真金白银，不是你这画了3年的大饼。关门。至于水运权，等你真能调动船只再说吧。过河拆桥，你们这群古代的白眼狼！好，都不帮我是吧？叶朝华，你以为断了我的资金链就能搞死我？我还有实业，我的玻璃和香皂是独一无二的，只要我有货，我就能东山再起。萧然那个王八蛋跑了，大家冲进去拿东西抵债。对，不能让他白白骗了我们的钱。砸！都疯了！这香皂能卖10两银子，多拿点儿。这是我的，放手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这是我的心血，这是跨时代的产物！你们这群未开化的野蛮人！去你娘的跨时代！还钱！恶意做空，这是恶意做空！叶朝华，你不讲武德！我要告你！我有技术，我有产品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要跟你死磕到底！送去叶府，交给叶朝华，告诉他老子还没死！大小姐，这是萧然派人送来的。那人说萧然扬言要靠他的独家货物东山再起，独一无二。传令下去，去后院工坊，我要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哭什么哭？老子还没死呢！
叶朝华那个贱人以为冻结了我的资金就能搞垮我，做梦！可是公子，咱们在城里的铺子都被砸了，银子也取不出来，外面全是讨债的。铺子没了可以再开，银子没了可以再赚。你们这群蠢货懂什么叫核心竞争力吗？我有技术，我有产品，我的玻璃和香皂在这个落后的时代是降维打击，是独一无二的垄断生意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的底气。叶朝华那个土族女人根本不懂工业化生产的威力。只要我有货，只要那些达官贵人还想享受现代生活，他们就得乖乖把银子送到我手里。公子英明，只要咱们把这些货卖出去，一定能东山再起。东山再起？不，我要让叶朝华跪在我的脚下求我，我要用这些货把叶家最后的一点骨血都吸干。资本永不眠，只要垄断了实业，我就是风口上的猪，我还能飞。公子，打听到了，叶家最近在城外秘密招募了大量的窑工和造匠，甚至连夜运送木材，似乎是想仿制咱们的玻璃和香皂。是，就凭他们那些落后的土窑和配方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不过叶朝华这个女人诡计多端，不能让她有任何喘息的机会。在现代商战里，这叫供应链打击。既然她想玩实业，那我就釜底抽薪，彻底掐断她的生路。去，把咱们手里仅剩的那些地契、古董，还有我身上这块玉佩，全拿去地下钱庄当了，换成现银。我要让叶家连一粒沙子都买不到。两位老板，京城方圆500里内，所有的石英砂、纯碱，还有上等的花卉精油，我全包了。萧公子，这叶家那边也派人来订货，而且给的价格也不低啊。叶家毕竟是百年老字号，我们得罪不起。叶家出多少，我出双倍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买到你们未来半年的产，这叫排他性垄断。我保证你们的利润翻3倍。叶家现在资金断裂，他们拿什么跟我争？萧公子真是大手笔，有钱不赚王八蛋。这买卖我们接了，签下契书，未来3个月内，哪怕是一粒沙子、一滴油，都不准卖给叶家。谁要是敢暗中买卖，我萧然保证让他全家在京城混不下去。叶朝华没有原谅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你就等着你的工坊变成一堆废墟吧！我看着你跪下来求你。小姐，刚刚得到安危的消息，萧然那个疯子借了高利贷，把市面上的石英砂和纯碱买断了，还逼着商户签了死契，咱们的原料怕是断了。买断？他以为垄断了京城的商户就能锁死我叶家，他太傲慢了，傲慢到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。他以为京城就是天下，他忘了叶家的商船遍布九州，江南的碱西域的沙早就顺着大运河源源不断的运进叶家的司库了。他倾家荡产买断的不过是九牛一毛。参见大东家。免礼，开门。大小姐，成了呀！咱们叶家祖传的手艺没丢，按您给的方子，结合咱们祖传的加铅粉提纯手艺烧出来的，比萧然那个什么现代玻璃还要透亮10倍。萧然的玻璃虽然新奇，但杂质太多，他太极不经营，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匠心。赏所有参与研发的工匠，每人赏银100两，学徒赏银10两。谢大小姐恩典，愿为叶家赴汤蹈火。传令下所有窑炉日夜赶工，我要在3天内看到1万块这样的玻璃。我要让萧然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大小姐，这是按您的配方，用猪油、草木灰提取的碱液，再加上咱们自家花田的精油制成的。您闻闻，成本核算出来了吗？大小姐，算出来了，这精油皂成本不到10文钱，萧然那个黑心干的居然卖10两银子一块，这简直是暴利啊！传令下去，叶家所有铺子明日重新开张。是，大小姐。那咱们的定价是多少？卖5两银子还是3两？玻璃、香皂、镜子通通上架，价格只要萧然售价的1成。1成？大小姐，那我们岂不是白送？这连本钱都快收不回来了。就是要白送，我要让他一件货都卖不出去，我要让他的库存变成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消逝严选，涅槃重生。今天我们将推出跨时代的顶级奢侈品。把东西请出来。萧公子，这不就是之前被砸的那些玩意儿吗？有什么稀奇的？稀奇？这叫皇家特供限量版，全京城只有我这里有货，物以稀为贵，懂不懂？这玻璃杯采用西域极恒之地的冰晶淬炼而成，喝水能延年益寿。这香皂加入了9981种名贵花卉，洗一次香气3天不散。那这价格怎么卖？玻璃杯500两一个，香皂50两一块，每人限购1件，先到先得。500两，你这简直是抢钱啊！抢钱？这叫品牌的溢价，这叫身份的象征。买不起就让开。
别挡着真正有品位的人。萧公子，这杯子确实通透，就是这上面怎么有个小气泡？气泡？那叫呼吸孔，这说明玻璃是活的，能吸收天地灵气。这可是极品中的极品，别人想要还没有。原来如此，萧公子果然学识渊博。叶少华，你看到了吗？只要我垄断了货源，这些古代的土财说就是我地里的韭菜，我想怎么割就怎么割。去，雇几个人在外面排队当托，把气氛给我炒起来。我要在3天内把叶家的血吸干。叶家这铺子都关了半个月了，今天怎么突然有动静了？难道是撑不下去，要变卖祖产了？揭牌。天哪，这么多琉璃杯，而且比萧公子卖的还要透亮，连个气泡都没有。好香啊！这香皂的味道比萧史言选的还要纯正。诸位街坊，夜市百货今日重新开张，玻璃香皂、镜子统统上架，敞开供应，绝不限量。管家，这玻璃杯怎么卖？萧公子那边可是卖500两一个，我们老百姓可买不起。只要萧然售价的1成，1成，50两银子就能买一个极品琉璃杯，5两银子就能买一块香皂。不仅如此，凡是今日购买者买1送1。你不是喜欢玩垄断吗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倾销。我要让你一件货都卖不出去。给我来10个杯子，给我拿20块香皂，别挤我。算算时间，外面的托应该把气氛炒到最高潮了吧？去，告诉外面，今天香皂涨价到60两一块，爱买不买。不好了，全跑了！什么跑了？托跑了？客人都跑了，连咱们雇的托都跑了，外面一个人都没有了。你放屁！我的货是独家垄断的，他们不买我的，买谁的？叶家铺子重开了，他卖的也是玻璃和香皂，而且什么？快说！而且质量比咱们的好100倍，价格只要咱们的1成，还买1送1。你看看这做工，这才是真宝贝！萧然那个骗子拿一堆带气泡的残次品忽悠我们，还卖500两！呸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没有气泡，纯度这么高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古代的土窑怎么可能烧出这种温度？1成，他卖1成，他这是要白送啊！他疯了吗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垄断，我的定价权，全被他这1成给砸得粉碎。降价，给我降价！叶朝华卖50两，我们就卖40两，香皂卖4两。公子使不得，咱们的原料是借高利贷双倍价格买断的，成本极高。要是卖这个价，咱们卖1件就得亏1件啊！不降价难道等死吗？只要能把客流抢回来，只要能把货变现，亏本也得卖。去改牌子。叶家那边买1送1，算下来才25两一个，质量还比你好，笨蛋才买你的。高利贷的利息，2倍的原料钱，人工费，店铺租金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成本压不下来？我明明垄断了京城的原料啊！叶朝华到底是从哪里弄到的便宜原料？他的成本为什么能低到这种令人发指的地步？这不符合经济学常识。大小姐神机妙算，萧然果然跟着降价了，但他不知道，他卖的越多，亏的就越惨。他以为用高利贷买断京城的几个原料商就能卡住我的脖子，他太小看叶家100年积累的底蕴了。叶家的商船走的是大运河，用的是自家船队，
原料直接从产地源头采购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他用零收的思维来挑战我叶家庞大的工业供应链，连我叶家成本的零头都不到。继续放货，我要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资金链一寸一寸。公子，这批香皂用的猪油没处理好，加上天气反潮，已经全坏了。玻璃杯也因为温差裂了一大半，坏了，全坏了。我的钱，我的商业计划，为什么？我明明是穿越者，我明明掌握着先进的知识，为什么会输给一个古代女人？萧然，缩头乌龟，给老子滚出来！两位老板，宽限几天，再宽限几天，我还有技术，我还能翻盘。宽限？你逼我们签死契，让我们双倍价格囤货。现在叶家把市场占满了，我们的原料全烂在手里。你今天必须把尾款结清！你个骗子，你断了我们的生路。今天拿不出钱，老子就拿你的命抵债！给我砸！别砸了，别砸了！我没钱了，我真的没钱了！来人，快来人，把这些闹事的给我打出去！我给你们加倍的工钱！你们干什么？造反吗？造反？萧然，你已经3个月没发工钱了，兄弟们连饭都吃不上。现在是公司最困难的时候，大家要共克寒难。我平时是怎么教你们的？只要熬过这一关，我给你们发期权，让你们都当老板。期权？你那破纸现在连擦屁股都嫌硬，你天天让我们起早贪黑，说什么拼搏到无能为力。老板，不是狼性文化吗？狼要吃肉啊！你连骨头都不给我们留，还指我们给你卖命？放肆！我是你们的老板，你们这是忘恩负义！去你娘的福报！老子要养家糊口！兄弟们，他屋里肯定还有藏起来的私房钱，走！住手！是我的钱！哟，这不是不可一世的萧公子吗？怎么连衣服都被扒了？什么商业奇才，就是个大骗子，活该落得这个下场。叶朝华，都是你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。我是高材生，我是现代人，为什么玩不过一个土著女人？我不甘心，我绝不甘心！大小姐，老奴知错了。老奴被猪油蒙了心，信了萧然那个骗子的鬼话，求大小姐开恩，让老奴回叶家吧。大小姐，老奴伺候了叶家3代呀！萧然不仅没给期权，还卷走了老奴的棺材本。老奴的孙子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，求大小姐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赏口饭吃吧。老赵可被骗得倾家荡产，叶家家大业大，收留他也不算什么吧？情分？老赵，你背叛叶家，带走绸缎庄所有老主顾名单的时候，怎么不念情分？大小姐，老奴那是被逼无奈啊！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理解。但既然你选了萧然的狼性文化，就该承受被狼咬死的代价。老奴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求小姐收留。那好吧，看在你曾经对叶家忠心耿耿，我也不追究你之前的责任了。谢大小姐原谅。慈不长兵，义不长财。萧然，你留下的烂摊子，我不仅要收拾，还要借你的手把叶家那些不忠的腐肉踢得干干净净。叶朝华，你断了我的生路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京城我是待不下去了，叶朝华垄断了所有的生意，我连翻本的本钱都没有，但我还没死透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对啊，我怎么忘了？我手里还有最后2张底牌，虽然叶朝华冻结了我的资金，但这份水运权文书还在我手里，只要有它，我就能调动大周朝1半的商船。还有3皇子，那个蠢货虽然现在闭门不见我，但他做梦都想夺嫡，只要我能给带来足够的利益，他一定会再次成为我的靠山。只要我能联系上边关的胡商，只要我许诺利用水运之便，偷偷运送铁器和粮食给他们。胡人最缺的就是铁器和粮食，
只要他们肯出兵骚扰边境，大周朝必将大乱。到时候三皇子就可以趁机请缨出征，掌握兵权，而我就可以发战争财。叶昭华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懂商战，但你懂战争吗？既然你想把这天下搅乱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我要用这天下的战火来为我的商业帝国陪葬。什么人敢闯我的地盘？活得不耐烦了吗？阿史那首领，别来无恙啊！我是来给你送一场泼天富贵的。哈哈哈！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被叶家扒了衣服赶出大街的萧公子。怎么，你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，还敢来跟我谈富贵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叶家的水运通关文书，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？这你别管，你只知道你们草原上现在正闹雪灾，牛羊死伤无数，最缺的就是粮食，而且你们的骑兵也急需大周的精铁来打造兵器，对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大周朝廷对盐铁和粮食管控极严，走私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风险越大，利润越大，这叫高风险投资。只要你肯出真金白银，我就能利用叶家的商船，把生铁和粮食源源不断的运到边关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你们在边境制造摩擦，只要边关一乱，大周的物价就会飞涨，我们就能发战争财，这叫双赢。好，只要你能把铁器和粮食运到边关，你要多少金银，我阿史那绝不还境。都打起精神来！殿下心情不好，谁要是出了岔子，小心脑袋！三皇子这个蠢货，现在肯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只要我抛出那个诱饵，他一定会像狗一样扑上来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萧然那个蠢货把本宫的钱全赔光了，现在太子一党天天在父皇面前参本宫，本宫的脸都丢尽了。什么人？抓刺客！萧然。你居然还敢来送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剁了喂狗！殿下，你想当一辈子废物皇子吗？你想眼睁睁看着太子登基，然后把你发配到苦寒之地吗？你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！你现在身无分文，拿什么帮本宫？殿下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但皇位只有一个。我已经联系了边关的胡商，只要我把铁器和粮食运过去，他们就会立刻出兵骚扰边境。你疯了！你这是通敌叛国！要是被父皇知道，父皇病重，朝政不稳，只要边关一乱，朝野震动。到时候，殿下您主动请缨出征，我负责在后方为您筹集粮草。只要您打赢了这场仗，您就是大周的救世主。您手里握着兵权，朝中谁还敢反对您？到时候，历史由胜利者书写。你有多大把握？100%，殿下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只要有了兵权，叶朝华那个贱人还不是任您揉捏？表妹，你这府里的护卫还得练练啊！我进来连个鬼影子都没发现。通宝钱庄的暗卫只防贼，不防锦衣卫指挥使。表哥深夜造访，可是有大鱼咬钩了。你猜的没错，萧然那个疯子，今晚秘密会见了边关来的胡商阿史那。听说萧然许诺，只要胡人肯出兵骚扰边境，他就利用水运之便，偷偷运送铁器和粮食给他们。他想发战争财。不仅如此。我的人还看到他翻墙进了三皇子府，这两人一拍即合，准备借着边关大乱，让三皇子请缨出征，趁机夺取兵权。表妹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今晚就带人把他们一锅端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爹，别怕，抓人太便宜他了。他既然想玩火，那我就给他加把柴。加柴？你就不怕这火烧得太大，把整个大周朝都卷进去？表哥。网已经撒好了，我要让他把所有的底牌都亮出来，让他站到最高处，然后再让他摔得粉身碎骨。萧然，你终于走到了这一步，叛国通敌，这可是死罪。你引以为傲的现代知识，没教过你底线二字怎么写吗？既然你想把这天下搅乱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快，都给我动作快点！把这批货全部装上船，谁要是敢耽误了时辰，老子要他的命！萧公子，这箱子死沉的，根本不像是茶叶呀！而且这几艘船是叶家预定运丝绸的，您这强行征用，瞎了你的狗眼！看清楚这是什么？这是叶家的水运通关文书。现在这运河上的船，老子想征用哪艘就征用哪艘。
告诉殿下，第一批生铁已经装船，只要这批货运到边关，胡人的骑兵就能武装到牙齿。萧公子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，要是被皇城司或者锦衣卫查出里面装的是军械，咱们可是要诛九族的。怕什么？富贵险中求，只要有了钱，有了兵，这天下就是三殿下的。到时候历史由胜利者书写。叶朝华那个贱人断了我的资金链，我就用战争来重启盘面。我要让他知道，在绝对的武力面前，他那些商战手段就是个笑话。表妹，你这招欲擒故纵玩的可真大！你知不知道那些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是足以武装上万回人骑兵的生铁。要是那批铁真运出去了，边关将士要死多少人？到时候就算有通宝钱庄保你，我也保不住你的脑袋。表哥，你急什么？运不出去的。运不出去？萧然手里拿着你们叶家的水运文书，码头上的官兵都被三皇子买通了，谁能拦他？你把货调包了？那些船夫都是我的人。萧然以为拿着一张盖了假印的废纸就能调动叶家的船队，简直愚不可及。开箱，让指挥使大人看看咱们的生铁。石头，你居然让他运了一船石头去边关？萧然想发战争财，我就让他带着一船石头去跟胡人交差。什么时候收网？不急，还要等一个人，等那个真正能主宰大周命运的人被逼到绝境。报！800里加急！胡人首领阿史那集结10万大军，突然撕毁盟约，大举压境，边关守将战死，连丢3座城池，大军粮草断绝，请求朝廷火速支援。10万大军，粮草断绝。边关危急，当务之急是立刻调拨粮草，稳住军心。户部尚书，国库里还有多少存粮？回太子殿下，连年灾荒，国库空虚，加上之前萧然掏空了4大粮仓，现在根本调不出足够的粮草啊！萧然这步棋走得太妙了，边关一乱，太子束手无策，这正是我夺取兵权、树立威望的绝佳时机。太子皇兄，国难当头，儿臣愿领兵出征，击退葫芦，保我大周江山。三弟，你虽有报国之心，但大军未动粮草先行，没有粮草，你拿什么打仗？粮草之事，皇兄不必担忧。儿臣已说服京城义商萧然，萧然深明大义，愿捐献全部家产充作军费，并亲自负责粮草运输。不出3日，10万担粮草必达边关。萧然就是那个之前搞股票的商人，没想到他竟有如此家国情怀。三殿下能得此人相助，真乃大周之福啊！太子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只要我打赢了这一仗，这皇位就是我的了。乡亲们呐，边关告急，胡人铁蹄践踏我大周疆土，国库空虚，将士们饿着肚子在拼命啊！这可怎么办啊？难道眼睁睁看着胡人打进来？诸位父老乡亲，我虽然是个商人，但也知道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萧然在此立誓，愿捐出全部家产，购买10万担粮草，亲自押送至边关，支援三殿下抗击葫芦。萧公子高义，之前是我们错怪他了。他虽然做生意狠了点，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个真汉子。对，萧公子是义商，三殿下有萧公子相助，一定能打胜仗。对，义商一定能打胜仗。一群愚蠢的古代 NPC， 只要稍微用点公关手段，就能把黑的洗成白的。等我把那船石头运到边关，换回胡人的金银，这天下就是我三皇子的了。请诸位放心，我萧然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一粒粮食落入敌手。殿下，三皇子这一手请愿出征玩得太绝了，现在朝野上下都在称赞他有担当，连那个奸商萧然都被洗白成了义商。是啊，皇上昏迷不醒，三皇子借着筹集军粮的名义，已经开始插手兵部和户部的事务。若是真让他打赢了这一仗，这储君之位，孤岂能不知？但国库无粮，孤拿什么去争？难道眼睁睁看着他把大周的江山当成夺嫡的筹码？殿下，
信上说了什么？是叶家大当家叶朝华传来的密信，他让姑稳住阵脚，切勿轻举妄动。他说，三皇子和萧然运往边关的根本不是粮草，而是一场足以让他们万劫不复的阴谋。叶朝华，那个被萧然逼得走投无路的前首富之女，她有这么大的能耐？姑之前也小看了她，但现在看来，这京城真正的执旗者不是三皇子，也不是萧然，而是他叶朝华。传令下去，太子党羽全按兵不动，任由三皇子去折腾。姑倒要看看这张大王收拢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死无葬身之地的。将士们，随本宫出征，踏平胡虏，扬我大周国威！咱天下威武，萧公子高义，大周必胜！听听这声音，这就是权力的味道，这就是被万人敬仰的感觉。公子神机妙算，这一招瞒天过海，不仅洗白了名声，还拿到了兵权。等到了边关，把底仓的石头交给胡人换回金银，咱们就彻底翻盘了。翻盘？不，我要的是整个天下。叶朝华，你看到了吗？你以为你赢了商议就能搞死我？在绝对的权力和军队面前，你那些小把戏连个屁都不是！传我命令，扬帆起航，目标北境边关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扬帆？没听到我的命令吗？萧然，你在磨蹭什么？大军出征，岂能误了计时？公子，不好了！船夫们都不干活了！不干活？他们疯了吗？这是军粮，延误军机是要杀头的。他们说只听叶家大当家的号令，没有叶家的手令，谁也别想动这运河上的一条船。你，给我站起来！老子手里有叶家的水运通关文书，现在这船队归我管。萧公子，你那张纸糊弄外行还行，咱们这些在运河上跑了半辈子的水手，只认叶家真正的当家人。您要是真有本事，就自己把这几十艘船划到边关去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！看清楚，这是叶朝华亲自盖的印，白纸黑字，你们敢抗命？瞎了你们的狗眼！看清楚，这是叶朝华亲自盖的印，白纸黑字，你们敢抗命？萧公子，叶家的规矩认印不认人，但您盖的那个印在咱们眼里连个屁都不是。来人，把这个带头闹事的刁民给我砍了，杀鸡儆猴，我看谁还敢罢工！谁敢动我们老大？真以为我们运河帮是好欺负的？你个骗子，坑了我们那么多兄弟的血汗钱，现在还想拿我们当炮灰？兄弟们，把他打下船去！你们想造反吗？我是三皇子的人。去你娘的三皇子！在运河上，叶家就是天，跪下去！叶朝华，你给我出来！我知道是你搞的鬼，你是个贱人！萧然，你不是说一切尽在掌握吗？现在船动不了，本宫拿什么去边关？那是什么？不可能！萧然，你手里的那份文书不过是张废纸。叶家的水运权认印不认人，而你盖的那个印是假的，真正的暗印一直都在我手里。叶家祖训：水运大权非玄铁暗印不可调动。萧然，你以为在画舫上逼我盖个私印，就能掌控大周的经济命脉？假的，你那是假的！我明明亲眼看着你盖的章，你这个骗子！骗子？
萧然，你太自负了。你以为带着几千年的知识就可以俯视众生，把古人当成可以随意践踏的呆娃？你却不知道，几千年的智慧沉淀，岂是你那点小聪明能比的？你所谓的降维打击，在我眼里不过是跳梁小丑的把戏。运河帮众听令，认印不认人。谨遵大当家号令。原来叶家真正的底牌一直都没亮出来。不，萧公子，萧然这个骗子被叶大小姐耍到团团转啊！假的？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明明亲眼看着他盖的印。系统呢？我的系统呢？殿下，萧然的底牌全废了，那船上装的根本不是粮草，是石头。叶朝华什么都知道了，若是被皇上太子知晓咱们通敌叛国……闭嘴！本宫今日只是来巡视码头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军粮和石头。萧然这个废物，不仅没帮我拿到兵权，还差点把我拖下水。大势已去，必须立刻跟他撇清关系，绝不能留下任何把柄。萧然，你竟敢用假印伪造文书，企图用石头冒充军粮，延误军机！本宫绝不与你这等奸商同流合污！殿下，你不能走！你答应过我的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。你猜本宫与你毫无瓜葛！全军听令，撤回大营！表妹，这出戏真精彩。三皇子这只壁虎，断尾求生的速度倒是挺快，连抓人都顾不上。他不敢抓，抓了萧然拔出萝卜带出泥，他通敌叛国的罪名就坐实了。不过他跑不掉的，证据我已经让人送到了太子庵头。叶大当家，太子殿下有令，边关10万火急，请叶家速速发粮。叶家儿郎听令，开仓放粮，目标太子大营。完了，我的资金，我的实业，我的靠山，全都没了。我输了，输得彻彻底底。叶朝华，既然正路走不通，既然我得不到，那我就毁掉，大家都别想好过。三皇子的人，他果然要杀我灭口。伪造水运证书，企图通敌叛国，这2条罪名加起来，我横竖都是个死。过河拆桥，你们这群古代的 NPC， 真以为能随便拿捏我？哟，这不是前阵子风光无限的萧公子？怎么，落魄到要来我们这泥潭里找乐子了？我不是来找乐子的，我是来买命的。我要你们帮我办一件事，事成之后，这些金条全是你们的。不仅如此，事成之地的金银财宝，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。萧公子好大的口气，说吧，想让我们杀谁？叶家大当家叶朝华，我要血洗叶府。萧公子，你疯了吧？叶家可是当朝首富，他们府里养的那些通宝钱庄的暗卫，个个都是顶尖的高手。就凭我们这几十号人，拿着破铜烂铁去冲叶府，那是去送死。就是，有钱赚也得有命花呀，这活我们干不了。破铜烂铁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以为我会让你们拿着大刀长矛去跟他们拼命吗？这是什么烧火棍？能当刀使还是能当剑使？烧火棍，这是热武器，是跨越时代的科技结晶。你们这些拿冷武器的原始人，根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力量。看好了！这是什么暗器？威力竟如此恐怖！有了这个，叶家的那些暗卫算什么东西？武功再高也怕菜刀，更何况是我的火枪。今晚我们就用这跨时代的武器踏平叶府，抢光他们的银子。
叶家粮仓走水了，快救火呀！大小姐，不好了！城东的3个大粮仓突然起火，火势极大，根本控制不住。大东家，属下请命，立刻带领府内一半的护卫前去救火。若是粮仓烧毁，损失惨重啊！深夜起火，火势蔓延如此之快，萧然已经被逼入绝境，这是他狗急跳墙的把戏，绝非意外。调虎离山，他想把我们府里的主力护卫引开。那我们不救火了？火必须救，做戏要做全套。统领，你带1/3的人去城东，声势造得越大越好，剩下的人全部隐蔽在府内暗处，弓弩上弦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妄动。是。萧公子，真有你的！他们果然中计了，把人调走了。叶朝华，你再聪明，也算不到我会用热武器直接掀桌子。兄弟们，叶府现在就是个空壳，给我冲进去，杀一个不留！叶朝华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兄弟们，门开了，冲进去！金银财宝都是我们的！叶朝华，你不是高高在上吗？你不是掌控天下银钱吗？现在怎么像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了？既然我得不到，那就毁掉！大家都别想好过！给我搜，把叶朝华那个贱人给我找出来！我要亲手打他！爹，别怕，女儿能应付。您在密室里好好待着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出来。管家，守好密室的机关，若是萧然的人闯进来，格杀勿论。大小姐放心，老奴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绝不让任何人伤老爷一根汗毛。萧然，你在找死！叶朝华，哈哈哈哈哈！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，你的那些暗卫呢？都被调去救火了吧？现在你就是个光杆司令。叶朝华，你认识这是什么吗？这是热武器，是跨越时代的科技。你们这些拿冷兵器的原始人，怎么跟我斗？你武功再高，能快得过子弹吗？你以为凭一把粗制滥造的火器就能颠覆这个世界的规则？规则？在这个时代，我就是规则。我掌握着先进的知识，我就是神。而你不过是一只随时可以被我捏死的蚂蚁。叶朝华，去死吧！带着你那可笑的封建骄傲下地狱去吧！火绳枪装填极慢，且准度极差，只要避开第一枪，他就是个死人。躲开了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躲得过子弹？这可是热武器！好险，这暗器的威力确实惊人，爆发力极强，但它也有致命的弱点，准头太差，且每次激发后都需要重新装填。躲？你这烧火棍虽然动静大，但每次只能打一发。现在你拿什么杀我？我看你能躲几枪！老子今天非把你拿下不可！我要让你跪下来求我！你太依赖你所谓的现代科技了。你以为有一把火枪就能天下无敌，却连最基本的临阵对敌、心理博弈都不懂。你只有这一把枪，弹药也有限，而我有整个叶家的底蕴。别管那破烧火棍了，兄弟们，他就一个人，还在那装神弄鬼，给我上！把他拿下，叶家的金库就是我们的了！布阵，布阵！
不好，有埋伏！他们根本没去救火，这是个圈套！快撤！别放箭了！我们投降！我们投降！投降！我是穿越者，我是这个时代的主角！我怎么会败在一个古代女人的手里？这不符合逻辑。枪，只要拿到枪，我还有机会。只要能挟持叶朝华，我就能翻盘。我绝不能输给一个古代的土著。疼吗？你用这把枪轰碎我叶家大门，叫嚣着要毁掉一切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别杀我，叶小姐，叶大当家，我是穿越者，我有系统，我脑子里有超越这个时代2000年的知识，我不能死，我可以帮你建立真正的商业帝国，我可以教你们造蒸汽机、造大炮，只要你留我一命，我给你当狗，我帮你赚尽天下的钱，求求你！系统？你的系统能救你吗？你的哈佛学历能救你吗？啊！叶朝华，我是为了推动历史进程，我是为了给这个落后的时代带来文明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你是为了你的贪婪，你带来的不是文明，是灾难。你利用你的知识制造混乱，只为了满足你那可笑的征服欲。你把这里的人当成可以随意践踏的草芥，在这个时代，作恶多端，必遭天谴。欠下的债终究是要还的，这才是规矩。圣旨到！传陛下口谕，将逆贼萧然、三皇子一干人等即刻押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叶朝华接旨。萧然，看来你的结局不是死在我剑下，而是要在菜市口当着全天下人的面谢幕。叶大当家，萧然就关在最里面的死牢。这小子刚进来的时候还不安分，大喊大叫说自己是什么穿越者，还嚷嚷着三皇子会来救他。现在呢？现在三皇子自己都泥菩萨渡江了，谁还管他？饿了他几天，现在已经像条死狗一样老实了。有劳了，你在外面守着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。吃点吧，断头饭。叶朝华，你赢了。还记得我爹寿宴那天吗？你站在宴席中央，摔碎了价值连城的琉璃盏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，我是个被封建礼教洗脑的提线木偶。你说不出3年必将我叶家踩在脚下，可现在才过去不到半年。那是因为你耍账，你用通宝钱捉冻结了我的资金。如果不是你暗中设局，我的股票交易所早就把你们这些老古董淘汰了。我不明白，明明我的商业模式是先进的，我懂杠杆，懂营销，懂资本运作。我发行的股票让那些穷鬼体验到了什么叫财富增值。明明我掌握了历史走向，为什么我会输给你一个古代女人？这不符合逻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傲慢。傲慢？
我把超越2000年的智慧带给你们，这叫傲慢。你以为带着几千年的知识就可以俯视众生？你把这里的人当成可以随意践踏的草芥，当成你商业帝国里的 NPC。你所谓的资本运作，不过是没有任何实业支撑的空中楼阁。你用虚假的繁荣骗光了百姓的血汗钱，你管这叫财富增值？你管这叫降维打击？你还记得在画舫上吗？你把我按在船舷上，用我爹的命威胁我交出水运权。那一刻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像个高高在上的神明，可以随意主宰我们的生死？那是商战，商场如战场，成王败寇。你们这些封建余孽懂什么叫效率吗？你错了，你忘了，这里是真实的世界，每个人都有血有肉，有爱有恨，有为了生存不惜一切代价的狠劲儿。你洗脑伙计，用期权欺骗老掌柜，你以为他们都是傻子吗？当他们发现你画的大饼充不了饥，当他们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变成咬死你的狼。你的狼性文化，最终反噬了你自己。你被你亲手培养的狼扒光了衣服扔在大街上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先进模式。真实的世界很近，我真的错了吗？不，我没错，是你们太卑鄙！你不过是仗着通宝钱庄的100年底蕴，你用假印章骗我，让我拿着一船石头去边关送死。如果不是你耍这些阴谋诡计，单凭实业，你根本赢不了我。我的玻璃，我的香皂是跨时代的产物，你们这些古代人根本造不出来。还有一点，你错了。什么？你以为我是靠运气赢的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你那些玻璃香皂的配方真的是我叶家工匠自己摸索出来的？你以为我夜市百货里那些毫无杂质的琉璃杯是凭空变出来的？不可能，那些化学方程式，那些提纯工艺，你们这些古代人根本不可能懂。我的保密工作做得天衣无缝。天衣无缝？你太小看古代匠人的智慧了。你工坊里倒掉的废渣，你喝醉酒后向冥记吹嘘的那些奇怪词汇，甚至你画在废纸上的草图，都让人一字不漏的收集了。叶家的老工匠烧了一辈子的药，只需要你提供一个思路。他们就能用祖传的加铅粉提存法烧出比你透亮10倍的玻璃。其实，早在你刚进京城，拿着一份叫商业计划书的东西大肆宣扬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盯上你了。你早就盯上我了，这不可能！我刚进京城的时候，你爹明明把我奉为座上宾，还想招我入赘。我爹确实欣赏你，但他老了，看不透你那套把戏背后的贪婪。但我不同，你拿着那份所谓的商业企划书，满嘴都是我们听不懂的词汇。你的那些点子确实新奇，甚至可以说是惊世骇俗，所以我没有立刻反击。我一边让人在京城四处散播你的神话，把你捧上天，让你以为自己真的是什么降维打击的商业奇才。捧杀？那些夸我是真龙下凡的人，都是你安排的。不把你捧到最高处，你怎么会毫无防备的把所有的底牌都亮出？在你沉浸在虚假的繁荣中时，我一边暗中学习你的模式，改良你的产品。你搞饥饿营销，我就搞流水线量产；你搞股票集资，我就用通宝钱庄做你的结算底盘。可以说，是你教会了我怎么打败你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我是现代人，我怎么会被你一个古代土著算计的死死的？你所谓的降维打击，最后打在了你自己身上。你输给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的狂妄和无知。你这个魔鬼！谢谢夸奖。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？三皇子已经招供了。他招了？是不是承认是他逼我伪造文书的？他是不是承认是他想谋反？萧然，你还是这么天真，在皇权面前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三皇子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了你身上，你是妖言惑众的妖道，用邪术蛊惑皇子，意图谋反。他自己不过是个被你蒙蔽的受害人。放屁！他撒谎！明明是他躲敌，是他想发战争财。他这个过河拆桥的畜生！我要见皇上！你见不了皇上。圣旨已下，明天午时，蔡氏口公开处刑。我不想死，我是穿越者，我还有大好的前途。叶春华，救救我！好好享受你在古代的最后一。结束了，萧然的闹剧终于画上了句号。朝华，这次多亏了你。臣女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若不是叶家倾囊相助，万船齐发运送粮草，朕恐怕也难过这一关。这大周江山，怕是就要易主了。陛下言重了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叶家不过是顺势而为，尽了为人臣子的本分。天下银钱再多，也皆是陛下的子民。
韶华，走。今日没有外人，朕想跟你好好聊聊。臣女不敢，陛下站着，臣女理应势利。里面那个疯子，朕刚才去看过了，朕至今都觉得像做了一场梦。几个月前，他拿那份什么商业计划书横空出世，搞出那个叫股票的东西，短短几天就卷走了京城大半的财富。那时候，连父皇都惊动了，朝廷的储备粮被他掏空，市面上的银两被他吸干。朕当时在东宫，看着这大周的根基被他一点点蚕食，却束手无策。陛下，萧然的手段看似新奇，实则是无源之水。他用极高的利息诱惑百姓，制造虚假的繁荣，这在商道中叫击鼓传花。一旦没有新的银子填补窟窿，他的帝国就会瞬间崩塌。是啊，他崩塌了，但真正让他崩塌的不是朝廷的律法，而是你叶家。朕听说那天在醉仙居，你一袭玄袍登场，只打了个响指，天下第一的通宝钱庄大掌柜就跪在你面前，你一句话就冻结了他所有的资金，让他的银票变成了废纸。臣女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萧然用来拉升股价的每1两银子都是通过通宝钱庄流通的。他太自负，连自己的钱袋子在谁手里都没搞清楚。不仅如此啊，后来他狗急跳墙，勾结三皇子，企图用石头冒充军粮换取胡人的机密。若不是你暗中调包，又在关键时刻亮出真正的玄铁暗影，调动万船齐发，若不是叶家倾囊相助，朕恐怕也难过这一关。但朕也害怕，叶家太有钱了。此次平定边关，叶家运粮有功，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。朕决议对叶家重赏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叶家虽有运粮之功，但归根结底不过是商贾之家。自古以来，重农抑商乃是国策。若对商贾大加封赏，岂不是乱了朝纲，让天下读书人寒心？更何况叶朝华还是一介女游，怎可登堂入室？是啊，陛下，叶家富可敌国，其财力已然威胁到朝廷。此次运粮，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别有用心？臣女叶朝华叩见陛下。大胆！朝堂重地，岂容你满身铜臭的商贾在此大放厥词？铜臭？敢问这位大人，边关将士御寒的冬衣，可是用4书5经织成的；将士们果腹的军粮，可是用道德文章变出来的。你强词夺理！陛下，连年灾荒加上萧然之乱，国库空虚，若只靠传统的农耕赋税，大周需要10年才能恢复元气。臣女拟定了一份大周经济复苏计划，臣女愿将叶家名下所有钱庄商船纳入朝廷监管，建立皇家商会，统一制定规则，开辟西域新商道。臣女让大周的国库3年内充盈10倍。好一个3年内充盈10倍！叶朝华，朕信你。叶家不仅有救国之功，更有兴国之策，朕意已决，无需再议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叶氏朝华深明大义，智勇双全。朕已下旨破格封你为商侯，掌管天下财政。朝华，这是前无古人的殊荣，这天下的银钱，朕交给你了。谢主隆恩，我知道这也是一道枷锁。伴君如伴虎，叶家太有钱，有钱到让皇帝都睡不着觉。他不过是借我的手充盈国库，也是把我放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监视。萧然倒了，但新的博弈才刚刚开始。不过那又如何呢？既然进了这个局，我就没打算退场。我要让这天下的财富都按照我的规则流动。爹，您看这锦鲤抢食的时候多欢诚。太医说了，您的身子正在慢慢恢复，只要按时吃药，以后还能站起来走走呢。好，朝华侯爷。爹，在您面前，我永远是您的女儿，什么侯爷不侯爷的。老爷这是高兴啊！咱们大小姐现在可是大周朝独一份的商侯，连皇上都得倚重咱们叶家，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儿。表妹，恭喜啊！现在满京城都在传颂商侯的威名，我这锦衣卫指挥使走在街上，都没你叶家商铺的掌柜威风。管家，带父亲回去休息。表哥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躲清闲，不用去皇城司当差了？这不是来讨杯喜酒喝吗？顺便给你带个消息，明天午时菜市口，萧然的行刑时辰定下来了。是吗？这小子在天牢里已经彻底疯了，整天神神叨叨的说什么系统降维打击，连狱卒都嫌他吵。说实话，他刚弄出那个什么股票的时候，连我都差点被他忽悠了。这人脑子里的东西确实古怪，可惜心术不正。他太急于求成了，他以为掌握了一些新奇的词汇和手段，就能把所有人当傻子耍。
他不懂，无论在哪个时代，商业的本质都是价值交换，不是单方面的掠夺。他把贪婪当成了智慧，把底线当成了累赘，所以他输得一败涂地。明天行刑，你去看不看？去，我要亲眼看着这个狂妄的灵魂为他所带来的一切灾难付出代价，这也是给这个疯狂的时代画上一个真正的句号。打死这个骗子！你还我的血汗钱！我为了买你的股票，连祖宅都卖了呀！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，说什么带我们发财，结果把我们坑得倾家荡产！我明明是来拯救这个落后时代，我明明掌握着最先进的商业模式。你把这里的人当成可以随意践踏的草芥。53刻已到，行刑！大小姐，结束了，萧然那个祸害终于伏法了。是啊，结束了。萧然虽然死了，但他带来的那些观念像潘多拉魔盒一样已被打开，贪婪、欲望、对洁净的渴望，这些种子已经在人们心里生了根。老赵，老奴在，大小姐有何吩咐？去把皇家四路交易所的烂摊子收拾一下，核对账目，那些因为买股票亏了钱的寻常百姓，按他们投入本金的30%予以赔偿。大小姐，这可是一笔巨款啊！而且这根本不是我们叶家的责任，是萧然骗了他们，凭什么要我们拿真金白银去填这个无底洞？去做吧，就当是给这个疯狂的时代买个单。我也不是什么圣人，我只是不想让叶家如今的基业建立在无数家庭的血液和咒骂之上。在这个世界，除了利益和资本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，比如良心。侯爷，外面有个人求见。什么人？若是来谈生意的，让他去找商会的几位大掌柜。我也说不清楚，而且他说话的口音也很奇怪，头发也很短。他说是从那个地方来的。那个地方？难道又来了一个穿越者？三从四德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娶你，那是对我哈佛商学院学历的侮辱。我带给你们的是超越这个时代2000年的商业智慧，是降维打击。叶大当家，我是穿越者，我有系统，我脑子里有超越这个时代2000年的知识。让他进来，我倒要看看这次来的又是个什么路数。你好，叶总，我是来应聘的。应聘？我叶家商铺的掌柜都是从学徒做起，在柜台上熬了10几年才提拔上来的。你一介白丁，连个引荐人都没有，想应聘什么？我听说叶家最近在招募职业经理人，还要搞什么员工持股计划。我觉得这管理理念太超前了，挺有意思的。而且我听说叶家现在垄断了玻璃和香皂的生产，但产量似乎遇到了瓶颈，全靠人力堆砌。我觉得我能帮上大忙。职业经理人、员工持股，这些词可不是大招潮的百姓能说出来的。你也是从那个地方来的穿越者？算是吧。不过叶总您放心，我跟之前那个叫萧然的家伙绝对不是一路人。他是学商科的，满脑子都是怎么玩资本游戏。我是学理工科的，我只想搞点实业，用技术改善一下大家的生活。萧然，你既然知道他，就该知道他的下场。3年前，他也站在这里，拿着一份所谓的商业企划书，大言不惭地说要对我叶家进行降维打击。我听街坊们说了，他好像搞了个什么股票交易所，骗了不少人。何止是骗人，他用饥饿营销，把一块成本10文钱的香皂卖到50两。他发行虚假的股票，把全城百姓的血汗钱洗劫一空。他甚至在画舫上用我中风父亲的性命威胁我交出水运权。当他的资金链断裂时，他不仅没有反思，反而勾结三皇子，企图用一船石头冒充军粮换取胡人的金银，意图挑起边关战火来发战争财。他把这个世界的人当成可以随意收割的韭菜和 NPC， 最后他在菜市口被处死，被他骗过的百姓生啖其肉。你既然和他来自同一个地方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
这简直是人渣，行业败类。叶总，您瞎得好，这种人就是仗着懂点金融杠杆，跑到古代来作威作福，简直丢尽了我们现代人的脸。叶总，您看这个，我真的跟他不一样，我不懂怎么炒股，也不懂怎么骗人，我只会画图纸敲铁块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蒸汽机草图。叶总，您现在的工坊动力全靠人力和水力，效率太低了。只要造出这个蒸汽机，烧煤烧水就能产生巨大的动力，它可以用来抽水锻打，甚至可以装在船上，让船不用风帆也能日行千里，这叫工业革命。这东西你真的能造出来？虽然现在的冶炼条件比较简陋，但我有信心，只要叶家能提供足够的精铁、煤炭，还有最熟练的铁匠，给我半年时间，我一定能让第一台蒸汽机运转起来。叶总，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，萧然那种靠信息差骗钱的把戏长久不了。只有真正的技术革新，才能让大周朝彻底强大起来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一个不是靠掠夺和欺骗，而是靠技术和汗水创造的未来，这才是真正的科技之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墨，双木林，笔墨的墨。好，林墨，你需要的人手、材料、资金，叶家全力支持。半年后，我要看到这台机器动起来。叶家，欢迎你。谢谢叶总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也许，并不是所有的穿越者都是萧然，文明的碰撞不一定非要你死我活、血流成河，只要心术得正，古代的底蕴与现代的科技完全可以合作共赢。叶总，锅炉压力已经达到临界值，可以启动了。开闸。动了！不用人力，不用水流，这铁疙瘩自己动起来了，这是神迹呀！叶总，这不是神迹，这是热力学定律。有了它，大周朝的工业革命正式开始了。叶总，第一艘蒸汽明轮船超华号，请您剪彩下水。鸣笛，起航！天哪，没有风也能跑得这么快，这船是吃煤的怪物吗？太好了，以后运货再也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了。叶家商侯真乃神人也。10年了，叶总，我们真的做到了。是啊，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叶家的影子，这才是真正的改变世界。朝华呀，爹这辈子值了。爹，您别说话了，太医说您需要静养。爹自己的身子，爹知道。当年萧然那个混账，在寿宴上指着你的鼻子骂，说要把叶家踩在脚下。爹当时以为天都要塌了，可谁能想到，我的女儿不仅保住了叶家，还成了大周朝的商人，开创了这千古未有的盛世。爹这辈子最骄傲的，不是成了天下首富，而是生了你这个女儿。爹。商侯叶朝华，他手里握着的是整个帝国的经济命脉，大周的国库，运河的蒸汽船，天下的钱庄，皆听他一人号令。他若斗一跺脚，整个大周都要抖3抖。10年了，我用这商侯的权力重塑了天下的商业规则，开启了工业盛世。如今叶家已经达到了权力和财富的绝对巅峰，但我知道该放手了。权力是把双刃剑，握得太紧，不仅会伤了自己，也会让坐在龙椅上的人寝食难安。萧然的时代结束了，我的天下也该落幕了。这天下终究是天下人的天下。
臣商侯叶朝华有本启奏。商侯免礼，今日朝政已毕，商侯还有何要事？陛下，臣今日是来辞官的。商侯如今权倾朝野，天下财富尽在掌握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辞官？难道是功高震主，为了避嫌？可新帝刚刚登基，正是需要叶家财力支持的时候啊！商侯这是何意？大周能有今日的功业盛世，你叶家功不可没。朕刚刚继位，正需要你这样的肱骨之臣辅佐，你怎能弃朕而去？陛下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臣老了，这朝堂该留给更有冲劲的年轻人了。商侯正值盛年，何谈老迈？若是觉得政务繁重，朕可以特许你不用日日早朝，这印玺你还是收回去吧。陛下，臣去意已决。臣在商海沉浮半生，见惯了尔虞我诈，如今大周四海升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臣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臣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陛下，臣辞官之际，还有一事相求，臣愿捐出叶家80%的家产，交由朝廷打理。朝华，你这是为何？臣恳请陛下用这笔钱成立大周发展基金，这笔钱不入国库，不充军费，专门用于扶持天下的科技研发和兴办教育。臣希望大周的每一个孩子都能读得起书，臣希望像蒸汽机这样的奇迹能在大周的土地上遍地开花。只有科技和教育，才是大周万世太平的真正根基。商侯高义，朕代大周天下苍生谢过商侯。商侯高义，大周万岁！枷锁卸下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商侯，不再是叶大当家，我只是叶朝华。叶总，上车。你这蒸汽汽车终于研制成功了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我送给您的退休礼物。叶总，咱们去哪儿？去海边吧。京城的繁华依旧，但已经不再属于我一个人，它属于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。这是我让人刻的，也是我留给这个时代最后的忠告。萧然的悲剧绝不能在这片土地上重演。再见了，叶朝华，再见了，那个波澜壮阔的商业帝国。从此以后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旅人，去追寻属于我自己的星辰大海。